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暴涨，利好是一大堆，特别是昨天晚上美联储已经公布4月开始放缓缩表，那这2天 YouTube 视频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，你关注的焦点应该不是那个利率，有可能就是这一个 QT 会不会有动作，或者是后面 QE 会不会来。反正现在马后炮已经不重要了，马前炮之前2年买的，或者是这一次8万以下再买入的比特币，利润还是一样全部 hold。 等下分享一些指标，顶部要怎么判断，以及今天又有大事，特朗普可能会在纽约数字资产峰会上发布什么政策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很多朋友应该知道，我是坚信比特币的牛市并没有结束哦。不过昨天有朋友也在问我链上的一个数据，据说比特币的牛市可能在这个位置已经结束了。但是昨天我在推特上面有跟朋友们聊到一个区间哦，我们要去回顾一下之前比特币在7万到5万的这个区间，当时市场朦朦胧胧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一个200多天的盘整区，很多空头不相信当时特朗普在比特币大会上面的讲话，就是有可能后面美国那边要储备比特币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有时候利好的位置它有可能反而价格会下跌，就是下来吓很多散户，但是最终很多人很多空头不相信比特币会涨，或者是不相信特朗普会胜选，不相信美国会储备这个比特币，最终比特币在这个5万到6万的区间价格涨上来。那现在跌到这个位置又讲比特币的牛市结束，如果结束的话，要真的再跌回到这个位置吗？我的观点是，这边已经成为有可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波段的区间，价格有可能不一定会再回到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区间的下跌，也就是这2个下跌的低点，它是跌破8万美金，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我新的资金是再一次 all in 比特币，它非常像当时这2个低点的下跌，因为感觉是很像哦，就是这个位置下跌也是担心是不是经济在衰退，或者是经济要完蛋了，当时这个位置下跌也是这种情况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时数据，也就是这2天视频一直在提醒朋友们，你可能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那个利率，有可能就是美联储它会不会暂停就是缩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昨天晚上美联储的声明有几个重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预计可能就是2025年到2027年的 GDP 增速会下降到 1.7 啊。那这个我们要想一下，如果经济包括 GDP 下降的情况下，货币政策就应该要放松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下方的这一个失业率啊，目前的失业率是在 4.1， 那现在有预计可能失业率会上升到 4.4 啊。大家要想一下，如果真的失业率经济在衰退的情况下，还是那个观点，就是货币政策它应该放松。以及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讲的外资机构是预测，也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不是一直在缩表嘛，那现在也就是昨天晚上公布的，从4月1号开始资产负债表缩减的规模要放缓啊。不过它有一点就是没有直接暂停缩表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缩减国债的规模是从每个月的250亿降至50亿美元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昨天晚上就是这一则利好啊，比特币目前价格上涨，不过上面还是有一点压力哦。但是整个大长线，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彩虹波指标，有可能这一次回踩这个绿色的线，2020年到2021年这个位置也是回踩绿色的线，后面价格就暴涨，等到红色的线的位置，将来等到红色线的位置，同样就是这个指标已经是帮我们未来10年的底部，就是转折的这个位置就是底部啊。2022年它是没有跌到这个绿色的线啊，包括我们看一下2019年，但是它没有跌到这个绿色的线，就是你看到如果时间已经来到这个绿色线转折的这个区间，
你要去相信，特别是比特币跌了70%-80%，有可能就是底部啊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，它是有几次恐慌是跌到这一个绿色线下方，包括这个区间。那你看一下时间，如果来到就是这个转折的区间，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。所以我们观察，也就是周线的这个指标，等它涨到红色线的位置是顶部，涨到红色线的位置是顶部。然后昨天有朋友是聊到，他现在这一个红色的线是在20万美金附近啊，或者是20万美元，我是不会卖比特币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也是很久没有跟踪的这一个超级 RSI 指标。我们打开下方它的参数啊，它这个指标要改参数啊，也就是改成6、90、32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会得到比特币每一次的底部，比如2022年下方的这个底部，当时为什么在2万美金到15000美金？希望朋友们你要去压身价，也就是因为这一个超级 RSI 指标，它在这个区间或者是4年才会有一次跌到这么低的位置，月线级别来到30下方，它一直在呈现绿色的买入信号。那上一次绿色的信号可是在4年之前的2019年当时的这个底部，也是呈现绿色的信号。那2019年之前4年之前的底部，绿色的信号是在2015年的这个底部。所以你如果是长线的一个投资者，我的观点是底部买完以后，现在就耐心持有，等它未来的顶部啊。顶部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这一波上涨非常像2015年，它涨到高点的位置是有几次出现这一个红色卖出的信号啊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自 15K 到 20K 的底部上涨到之前的 74K 附近，这边有出现一次红色的信号。我是相信这个位置有可能只是盘整，因为最近的不管是特朗普上任以后，或者是美国在储备比特币，那其他的国家肯定也会进场去买入这个比特币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最近的动向啊。我们来关注一个时间啊，时间就是今天，也就是纽约数字资产峰会。这一次是一位现任总统第一次在加密会议上面讲话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，好像就是今天啊，20号，或者是我再找了更精确的时间啊，时间好像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40分的时候。我们去关注一下特朗普会不会有讲话。那反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它在这个位置是有显示了2次底部的买入信号，或者是2015年当时跌到这个低点，它虽然是显示了1次买入信号，但是我们去关注一下，当时这个低点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低点给跌破。这个位置指标只是没有来到这个位置，有可能就是非常的像2个买入信号跟这个很像，然后后面比特币上涨，特朗普执政的这段时间上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1次卖出信号，2次卖出信号，3次卖出信号。所以目前 74K 只有1次，而且价格是继续再上去，目前在盘整。我相信后面如果比特币继续涨，有没有可能30万、50万或者是100万？等这一个红色的信号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再考虑要不要卖出比特币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吗？